魏无羡张了张嘴，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哽咽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蓝忘机的话像一块冰，砸进他刚从梦境里暖过来的心窝。那根本不是梦，你明明说过不赶我走的，你又骗我。蓝忘机闻言，眉峰微蹙，兄长方才的话语又在耳边响起，沉默片刻，他道：“抱歉。”只2个字，没有多余的解释。蓝忘机说完，便转身离开，脚步声渐远，只留下一世寂静。魏无羡又气又委屈道：“冷冰冰的木头，忘恩负义的家伙！”骂着骂着，声音就低了下去。他转头瞥见几株水草，绿油油的叶片在轻轻晃动。魏无羡鼻子一抽，凑过去，对着水草小声抱怨道：“拦栅还是要还赶我走？”他戳了戳水草的叶片，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他虽然也冷冰冰，可从来不会这样对我。不过蓝忘机的确也再没提过让他离开的话。每日清晨，总会有人送来温养身体的汤药和灵草，那些灵草皆是温和性子，显然是特意挑选来中和云深不知处寒气的。蓝忘机偶尔也会亲自过来，放下东西便走，话依旧不多，却会在临走前叮嘱一句道：“安心休养，勿要随意走动。”可魏无羡本就不是能闲得住的性子，待在房间里没几日，便按捺不住了。趁着看守的人不注意，他偷偷溜了出去，沿着蜿蜒的小径往下走。不一会，就有几只通体透明的发光水母慢悠悠的浮了过来，紧接着几只穿着小小的盔甲、举着钳子的虾兵探出头来，还有背着螺旋贝壳的小蟹，好奇的打量着他这个不速之客。哇，你是谁呀？一只小虾挥舞着钳子，声音脆生生的道：“你长得好奇怪，没有鳞片，也没有鱼鳍。”魏无羡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我叫魏无羡，是一只兔妖。”兔子，小妖们瞬间炸开了锅，水母们的蓝光闪得更欢了。你从哪里来？当然是从森林里。魏无羡说。森林？那是不是有很多高高的树？是不是有会唱歌的鸟？是不是有暖暖的太阳？一连串的问题让魏无羡忍俊不禁，他兴致勃勃地跟大家讲起森林里的故事，讲那些小妖们从未见过的景致。小妖们听得入了迷，一个个凑得更近了，眼神里满是向往。还有啊，有一天我还捡到一个蓝色的石头。魏无羡说着说着洋洋得意起来，可漂亮了。像这样的石头吗？小小的虾兵指了一下旁边的一块石头。怎么可能？魏无羡否认道，比这个好看1000倍10000倍，摸起来凉凉的，却不冰人，抱在怀里睡觉特别舒服。魏无羡手舞足蹈的比划着，一瞬间他好像回到了和还是一枚龙蛋时候的蓝忘机朝夕相处的日子，那日子可真是太美好了，他多么希望时间可以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候。抱久了还会微微发热。魏无羡继续说着。哇！小妖们发出一阵惊叹，小水母的蓝光闪得更欢了。有没有魔力啊？魏无羡，你把它带在身边了吗？可以给我们看看吗？对呀，我也想看，现在看不到了。魏无羡很惋惜地说，因为那块石头其实是一枚龙蛋。龙蛋？小海星猛地缩成一团，道：你别瞎说，龙蛋可是上古神物，怎么会被你捡到？就是，粉色小海螺的螺壳嗡嗡作响。我奶奶说，龙蛋碰一下都要遭天谴的，你还敢抱在怀里睡觉，休要哄骗我们。小水母们的蓝光瞬间暗淡下去，扎堆躲在珊瑚丛后，只露出半透明的伞盖。肯定是魏无羡看错了，哪有龙蛋随便捡的？才不是！魏无羡急得跺脚，手指在空中比划着龙蛋的大小。我跟他待了好久呢，后来小龙就从龙蛋出来了，可漂亮了，摸起来还……魏无羡的话尚未说完，围在身边的小妖们忽然很快的散去，消失不见了。魏无羡愣了愣，察觉到身后的目光，下意识的回头，月光透过海水洒下来，勾勒出蓝忘机挺拔的身形，他白衣胜雪，正静静的看着他。
蓝湛，魏无羡刚才还眉飞色舞的模样，瞬间收敛了些，道：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看，把大家都吓得跑光了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蓝忘机的目光落在魏无羡身上，眉峰微蹙道：为何随意走动？他方才远远就看见魏无羡的身影，被一群小妖围着，眉飞色舞的讲着什么，笑得眼睛都弯成了月牙。这场景热闹又鲜活，如果非要形容的话，就好像是一束突然闯进深海的阳光。蓝忘机的心里生出一股微妙来，怪怪的，既不烦躁，也不排斥。但是魏无羡讲的这个故事，蓝忘机严肃道：云深不知处禁止大声喧哗。魏无羡缩了缩脖子，赶紧小声道：那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太无聊了吗？你也不来找我玩，而且我就是想看看你生活的地方嘛。他虽然没来得及多看，但刚刚那会他也能够感受到，云深不知处一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。蓝忘机静了一会，魏无羡毕竟是从森林里自由惯了的小妖，哪里耐得住海底的清静？你平时……魏无羡见蓝忘机不说话，忍不住主动发问：你平时都在做什么呀？提升修为。蓝忘机言简意赅，语气平淡无波，道：寒潭洞，引气入体，凝冰炼剑。寒潭洞，凝冰炼剑。他想起蓝忘机救他时那道利落的蓝光，想起他指尖凝结的冰冷，心里顿时涌上强烈的好奇。寒潭洞，魏无羡往前凑了2步，几乎要贴到蓝忘机面前。是不是全是冰？炼剑一定很厉害吧？我可以去看看吗？蓝忘机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半步，道：不可。寒潭洞灵气精纯，却也凛冽，是他修炼的重地，素来不许外人靠近。更何况他修炼时需心无旁骛，眼前这个人过于闹腾，就看一眼吗？魏无羡拉了拉蓝忘机的衣袖，声音放得软软的，道：我保证不打扰你，就安安静静的站在旁边，不说话，不捣乱。不可。蓝忘机没有丝毫松动，道：寒潭洞乃修炼重地，外人不得入内。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修炼虚静，你过于闹腾。一句话堵得魏无羡哑口无言。他看着蓝忘机冷硬的侧脸，拉着衣袖的手慢慢松开。好吧，魏无羡小声嘟囔着，道：不去就不去嘛，干嘛这么凶？心里虽然失落，可他还是想起自己带来的礼物。魏无羡转身，赶紧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2样东西，一小罐发光苔藓的孢子，还有那块碎了角的琥珀。他把东西递到蓝忘机面前，道：这个给你。蓝忘机的目光落在那2样东西上，他认得，救起魏无羡时，这些东西就漂浮在他身边。孢子的微光在暗流下格外显眼，琥珀的碎片还沾着海水。他当时只当是这小妖随身携带的杂物，没想到是送给自己的礼物。不必。蓝忘机开口，